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厄运拜拜，好运到。你们有什么样子不好的事情即将要离开，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要发生呢？首先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哇，你们选到的是公鸡这张牌，所以呢，它是代表一个整个全新的开始，精神洋溢的一个开始哦。每一天早上醒来哦，都让你觉得很兴奋、很期待。在新旧能量交替之际啊，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感觉到旧的世界正在瓦解、正在消融。那些你不喜欢的能量，以及在远离你那些令你焦虑、睡不着觉的事情，他们都已经要做一个收尾了。你的新的能量，你接到的、收到的这个新的礼物，它是一个令你期待的。每一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不是觉得死气沉沉，不是觉得好痛苦，不是觉得有压迫感、有监狱感，而是呢，你能够很自主的去掌握你的人生，你们不再会对于你的人生有剥夺感。这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的能量场其实非常的显眼、耀眼、华丽跟突出哦。在接下来哦，好，新的能量到来之后，你们说的话会被听见，而且呢，你们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不再是比较弱小，或者说不再是觉得自己讲话没有办法被听见。事实上，这一组朋友，你们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想法，也应该要被听见。过去很可能你是待在一个不适合你的环境，至于你长时间这个声音被压制住了，你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展开你的翅膀，去飞翔，去歌唱。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你属于你的好日子来了，这个尾巴翘得很高，代表说你们可以很尽情的、自私的挥洒你们的笑容、你们的色彩、你们的这个好的能量，把你们的好的能量散播到世界各个的角落。这个时间是属于你们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对的时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成功。好，这个是属于你们的新的大运，很不错的一个能量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想要告诉我们。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合约哦，宇宙要跟第一组的朋友签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圣的合约吗？感觉上你们正在受到宇宙的一个邀请哦，去跟他签署一个这样子的契约。很可能这个合约是你跟宇宙许愿说，我希望我的梦幻工作是什么？我希望我理想伴侣的条件是什么？你把这些东西写清楚以后呢，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玩笑，它是一个很神圣的，就是要跟宇宙下这样子的订单，把这样子的订单交给宇宙，然后让宇宙去执行，让宇宙去显化。所以很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梦想清单你去完成了，然后你真的是很用心的去构思关于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你想要走什么样子的路，跟谁在一起等等的，真的是听从你内心的呼唤呼召，而不是受到这个世界很多资讯的蒙蔽。有的时候你会以为那是你想要的，事实上当你真的得到了之后，你才发现你拿到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乐，那为什么你之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争取，或者是说你进入到一个组织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你明明之前是很想要的，但实际上进去之后你却发现有很多
不如你预期的事情，因此你可能又会去重新开始设定你的目标，重新去想说当初你的许愿，你的这个显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呢？所以这一次可以去重新的去检视，你们上一次跟宇宙下订单是什么时候呢？那个订单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呢？你们需要再一次去认识到你的灵魂的那个真实的一个声音哦，因为这个契约啊，它需要被更新，还有一些旧的订单其实不需要，它也需要去取消。就是呢，你们在显化的过程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更新依着你现在的能量频率做一个订单的一个更新，还有旧有的不要的订单，赶快把它删除取消，已经不适合你的你就把它取消掉。好，接下来你们的生活会出现一个一个充满承诺的一个机会。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在合作上的一个邀约哦，很多不同的机会到来，是可以让你去赚钱的机会，还有一些是你想都没有想过哦，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子的异业结盟跟异业合作，或是有一些朋友你获得了录取的通知，你获得了这个你心中很想要的一个这种公司的一个职位，或者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有关于房产的一个契约，你去跟人家签约了，你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了。也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通过了考试，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书约，好，什么样子的契约，你拿到之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这个契约不单单只关乎你的一个旅程，而是呢，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宇宙要去实现你心中的一个渴望？因为实现你的利益，其实也就是在实现宇宙更大的一个利益。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是良善的，你们本身是你在做的事情是对宇宙有益有利的，也就是说，你们得到东西之后，你不单单只会攒在手上，你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回馈给宇宙。所以呢，宇宙跟你签这个契约，不单单是帮助你，也是在帮助整个整体。然后呢，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就是会去签署一些对你的灵魂、对你的身心灵都是很有益处的事情。有一些朋友可能你们的这个所在地房子啊，需要整修、需要装修，或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动调整之后，会让你所在的那个空间你感到非常的舒服。或是有一些朋友啊，你们不是签署，而是结束。有些人你可能结束了一段关系，或者是跟旧的公司说拜拜，就是有点像取消旧的这个约定，因为你已经发现眼前有更适合你的人，更适合你的方向，你想要去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不管你们今天是拿到一个这种签署的契约，或是结束一个旧有的这种契约，就有的一个关系，就有的一个合约等等的，对你来说，这个都是你心之所向，都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好，第18号牌，它是老鹰的眼睛，这张牌也是很厉害。宇宙跟你们说，你看你们前面有公鸡，然后这边有老鹰，所以你们的能量非常的强哦。你们有一种在天空中盘旋的能量，就是你不管是在天空中飞啊，或是在这个地上啊，你们都可以过得很好，你们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一个背景。就是有些人的适应力比较弱，他很可能在某个地方生活得很好，可是一旦离开舒适圈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了，他就是找不到方向。可是这组的朋友，宇宙附加你们很多的能力养分，你们的核心能力即将被开发出来，或是已经抓在手上。这张牌老鹰的眼睛，我非常喜欢这张牌，可以看到宇宙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帮助你去看见洞察力，以及你会变得更加的敏锐，你更加的对于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你会有一个预见。比如说你可能会去明白说，你在下判断的时候，你要去明白说，好，10年之后
什么事情它是一如既往，什么事情它是一直都不会改变的。比如说，人类还是需要一个地方住，或者说我们还是希望有这种更便利，然后更节约能源的一个交通方式等等。有什么东西它是还会存在的，而有什么东西是已经会被淘汰的，可能已经不会存在的。对你们来说，我觉得你们的心中有这个定见跟预见，你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一直以来在人类的历史上，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会变的是什么，还会一如既往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要选的是你们要走那一条路，然后你们要去发现那个真理。因此，你们并不会去站在一个好像夕阳的行业，或者是说一个没有前景的方向。这一组的朋友，因为你们有这个预知，因为你们有这个远见，很像是宇宙先给你试题的答案，你先看见了答案，再去做这个考题，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你们能够去展望命运的进展，以及这个命运之轮的这个轨迹，它的历程是什么？你们就像老鹰一样，它可以从高空中发现在地上啊微小的这些老鼠，或者说有哪一些地方有一些事情它正在产生，然后你们先去揪出那个弊端。你们有非常敏锐的一个眼光，能够去洞察事物的本质以及这种人类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所以呢，我觉得你们这双眼睛真的很厉害，你们可以见证善恶，还有你们可以见证人心的好跟不好，你们可以去看见很多事情，但是你们不会被卷入。很多时候你们的这个层次啊，以及你所在的地方是更高的，因此下面发生的很多事情，你们可以以一个超然的眼光跟超然的角度去看，因为你们有点像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观察，而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去出手。你们会出手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去推动你崇高的理念、崇高的使命而采取行动。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其实也是很保护你的能量，保护你的力气，只有在最必要的时候，你才会去出手，去展翅高飞，或是去解决一些问题。老鹰飞在高空，当它遇到障碍的时候，它不会被困住，它会飞越那个障碍，它就是会飞得更高，比障碍更高。这个就是你们，障碍不会困住你们，你们只会绕过那个障碍。当你飞得更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那些阻碍你的事情是很小很小的。这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会发现，过去你觉得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不行的事情，或你很恐惧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这一门学科是无字天书，你怎么看都看不懂。可是呢，随着你们的学习，随着经验的累积，你们真的就是发现你找到了一个开关，找到了一个按钮，你掌握了这个知识技术，或是说你就是可能本来跟你的伴侣很难以沟通，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跟他协同合作之类的，你突然发现有这个方法是很顺利的，你过去想破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突然就通了。以前你很害怕的事情，突然你就不害怕了。你发现原来你可以驾轻就熟，原来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们可以高飞，而且你们不需要很庞大、很巨大的翅膀，你们也可以飞得很高。你们不需要在地上像鸽子一样去争那个别人丢下来的面包碎屑，你们不需要，因为你们站在高空，你们接受的是更美好的一个礼物。而且呢，我觉得这张牌一出现代表说你已经接受好命运摆在你眼前的一个任何东西，你们非常非常有自信。尽管它很可能是一个挑战，可是对你来说呢，你是喜欢挑战，你愿意接受挑战，你只要跨过去之后，得到的那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而且你们绝对是有能力的。你的灵魂告诉你说，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你们会不断的在上升，不断的听着你内心的直觉去往前走，无所畏惧，毫不犹豫的往前走。这一组的朋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听着你内心的指引去勇敢行动。
你们能够去跨越阻碍跟跨越障碍的。好，下一张牌。哇哦，下一张牌是命运之轮，它也是财富跟幸运之轮。这边也说啦，现在就是一个对的时刻，而且现在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哦。好，幸运，很多的幸运好时机机会会在你生命中发生。很多朋友，如果你现在是想要找那个对象啊，找桃花，你很可能会发现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很顺利啊。然后就是聊着聊着，你就可以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或者是说，邀约什么的都进展的很顺利，没有那种突如其来的被打断、被截胡的一个状况。同样的，你们在接案子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机会。这张牌啊，就是财富流向你的一张牌。你们有魔法的钥匙，你会让生命中很多东西变成黄金。就是对于别人来说啊，同样的一个东西，你就是可以看到其中有发财的、有赚钱的机会。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食物，别人就只是吃下去，吃得很开心，但是你可能发现，这个食物啊，可以怎么样子的改良包装，然后再去卖，怎么样子的就可以变得很火爆。你们心中会有这样子的点子，因此点石成金，就是把很多普通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赚钱的好点子。你们只要用心的去渴望，在你有兴趣、有热情，而且也是跟你能力交集所在的地方，其实你们会发现某个地方是有需求的，而你的能力可以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你可以去提供价值。这一组的朋友看到你们的梦想绝对是非常高远、非常大的。刚刚说过，你们不需要像鸽子一样去争那些琐碎的面包碎、面包屑，你们也不需要去浪费很多的力量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争这个几毛几块钱。梦想大一点，因为呢这个就是属于你适合的一个时刻，你们绝对能够去利用你自己的创造力去造福自己，也造福他人，因此你会得到10倍、100倍、1000倍的回报。很多朋友看到是在投资中啊，你去学习，你去充实，有点像是第一个你充实自己的脑袋，你跟专家学习，你跟对的人学习，而不是被这种诈骗骗走，你真的找到了对的途径跟对的方向。第二个就是你们很可能去充实自己本身的一个技能，第二个是充实你的财商知识，第二个很可能是你们去充实你自己的这个技能，然后你技能所赚来的钱如何放大，如何扩大呢？等等的。这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会换一个脑袋，换一个赚钱的脑袋，就是你不会去把你自己的剧本写死。比如说你觉得说你今天只是上班族，然后薪水就是多少钱，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子的省钱或是之类的。但是其实这张牌它的意思有点像是你们的剧本不是你现在写的这样，不是说你的固定薪水是多少你就只能这样，它是一个爆发的能量，它是一个有创造力的能量。你只要找对方法，其实这个财富它会很自然的流向你，而且是很轻松的流向你。那你们这边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因为你们会有这样子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你们不能够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去使用它或是挥霍它。如果你只为自己的利益，这些钱财好进到你这边，你只为自己的利益去使用这些钱财，或者说你不好好的去疼爱流进来的钱的话呢，你们这些东西最后还是会走。有点像是说你们赚不到你认知范围以外的金钱，就算是今天幸运得到了，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去留下来，最后这些钱还是会走。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的是，前期的这些功夫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会有财富的机会，但是你们也要懂得怎么样子的运用，否则有的时候很多的财富它反而是一个诅咒，不是一个礼物。那因为前面你们有这2张牌，宇宙已经给你们一些装备知识，
等等的，让你真的一大笔钱来的时候，你是可以好好运用的。你不是随便去买一大堆东西，或是被骗走等等的。你前面有驾驭金钱的能力之后，就会迎来这样一笔钱，而且这笔钱确实也要拨出一小部分去照顾其他人，照顾其他比你们弱势跟穷苦的人。而且这张牌它有一个来得毫无预兆的感觉，各种的巧合同步的事件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然后这笔很大的金钱就会流入，你们要抓紧时机，好好的去运用。你们可以去回想你心中最渴望、最想要实现的这个理想，然后邀请很多的多多接触很多的人，不设限去接触很多的人，他也是在邀请很多的善意跟美好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然后啊，它有点像是这种一个圈圈就像骨牌一样，当你前面的骨牌倒了之后啊，其实就会这样子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就会发生。所以你们前期做好了这些事情，然后多多去串联，不设防不设限的去付出你的善意，然后去找一些你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是正能量的，是开心的群组进去。其实这些幸运啊，好时间啊，它其实很快，这一组的朋友财富会很快的显化到你们的生命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大家。哇，我们第一张牌又抽到的是金币女神哦。然后我们第二张牌是圣杯十。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些牌都非常非常的棒耶。好，金光闪闪的一年。好，圣杯七。我们再来看一下Page of Swords。好，来看一下。这个金币的女神呢，她也是一个孔雀的，有孔雀羽毛、孔雀翅膀的一个能量，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就像前面它跟公鸡这张牌其实很像，你们会崭露头角，你们绝对不会被埋没。很多朋友，如果你的工作是跟接触人相关，或是演讲主持，或是说你是做自媒体行销等等的，其实我看见你们真的会有好人缘，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非常优雅、非常轻松的去获得。我看见你们会采取行动，然后稳定的一步一步的找到属于你的这一条路。你们很多的计划将被实现，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来支持你，甚至你们会收获属于你的粉丝。这一组的朋友，你周遭的人看到你们身上的一个坚毅果敢，还有处事利落，还有你身上充满了活力，就是有一种别人很想要去靠近你神采奕奕的感觉。你们的整个人啊，容光焕发，男的帅，女的美，然后整个相貌都升级了一个层次哦，有点像是以前可能你要用滤镜要修图，现在你不用滤镜跟修图就已经那个能量跟别人看起来的样子就好像已经修过图一样，所以真的很厉害。然后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女神哦，她是戴着金项链，然后围露酥胸，展现你们的性感，然后有一个锦衣玉食的生活。很多人你们会凭着个人的魅力去获得别人的资助跟赞助，很可能有的人会遇到这种富婆啊，如果你是那个阿姨，我不想努力的话，很可能你会用你的魅力去收获一个富婆，或者是说，我觉得有些人你们会结交一个蛮有钱的这个另外一半，然后他本身也是被你的整个人的能量所吸引跟欣赏，还有你这个性感的身躯、性感的身体，你们其实有能力让自己过好生活。那好上加好，就是你们也会去吸引到一个，我觉得算是金字塔顶端，或者是一个层次很高、很顶流的一个能量。你们能够去好好的享受生活。
女孩子的话，我觉得你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投资在自己身上，照顾自己的身体，或是打扮自己，也有可能你会让自己去放松、出去玩等等的。那你们的内在的状态其实是非常舒服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靠你的双手来掌管财务。那如果你们是在做贸易，或是说这种手工艺啊，或是一些跟大自然旅游相关的工作的话，这一张牌也是有很好的兆头，很好的一个讯息哦。那在感官的娱乐上，绝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就是你们不是那一种只有这种灵修，然后都不食人间烟火。这张牌绝对会去绝对会是食人间烟火，然后会过得很欢乐，很享受，身心灵方面都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好，那下一张牌是圣杯十。圣杯十呢，它是一个很和谐的团体，那它很可能是这个团体很可能指的是你的家庭、家人，或者是某一个你现在所在的一个组织哦，它里面充满了爱、友谊以及这种家庭、家人互相帮助的感觉。你身边会有这样子一群人，然后你投入在其中，你会感觉非常的好。它可能包含了你生命中多面向的团体，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是说你的一个朋友圈、你的一个闺蜜圈，你跟他们在一起之后就觉得好开心，然后都共同的在成长，在这个里面是很安心、很和平、很放松的，你可以觉得很自在，而且在这里面你就好像回家一样。所以有些朋友很可能你们就是去建立了属于你自己的家庭，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会花很多时间，或者说你的家人会花很多时间陪伴你。那如果你们是自己创业的话，我觉得很有机会你会有找到属于适合你的一个团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同心协力，为了这个目标往前进、往前走。那很多的朋友，这张牌更多的很可能指的是你私人生活的一个家庭。如果你过去是比较缺乏时间，或者说你的伴侣、你的配偶，就是在彼此的联系上，你好像比较难见到他，或者说你们两个相处的时间比较少的话，这张牌会让你觉得其实你不再孤单了。不管是你或者是对方，都会更愿意挪出一些时间，然后好好的去做一个有品质的相处。你们在潜意识中应该很想要找到一个家，或是你想要找到一个令你舒服的朋友圈或是家庭，因为你觉得在里面你是受到安全的，你是受到保护的。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话，你可能会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或是自己玩自己的，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状态。但是其实我看到的是你们的灵魂内心的渴望去吸引来这一张牌。这张牌上面它是一个开花结果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们灵魂深处的愿望宇宙听到了，然后要将这个种子，就是你们过去种下的种子去开花去结果。这张牌还代表了天与地之间的和平，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在一起。往外扩大的话，就是你跟宇宙的一个和谐，你对于宇宙感到感恩，因为宇宙给你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无忧无虑的环境。当你们选择跟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非常享受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当你过去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怎么努力都很难运行，或是都是坑坑巴巴的。所以宇宙要送对的人到你的生命，他不一定是新的人，有可能他是旧的人，他过去很可能在能量上没有调频，因此你们是相处的不是很好。而当他调频好了之后，其实他就会从一个不是这么好相处的人，变成是两个人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然后好好的把事情想清楚，或者说好好的一起去体验、去享受这个人生。那我觉得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正在走上一个新的关系，很棒的一个爱，或者说你们即将要组成一个家庭哦，这张牌承诺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充满爱情的阶段。因为当周遭都是好的能量，都是对的人的话，你们其实会做起来毫不费力，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你可以在这样子的爱中去
细细的品尝并且经历，你会感觉到你身边跟你重要的人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是非常坚实的。而我也看到你们是愿意为了家庭奉献跟付出，还有承诺的。所以这张牌啊，就是有一个在群体上很和谐的感觉，不管是你的一个家庭跟家族的关系，有一些纷争会被解决，或者是说，你在跟你的这种工作的组织、工作的团队在协同合作的时候啊，也会更加的顺利哦。好，圣杯七哦，这个女生呢，好，她正在看着她之前种下的各种不同的植栽、盆栽，所以呢，她是关于一个梦想跟心中强烈的一个愿望。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爱做梦也敢于做梦的人，而且你们会发现，你们所做的梦，你们所期待的事情，它并不是只停留在做梦的一个阶段。反而呢，它是能够去具体的开花结果，具体的看见一个成绩跟成效的。所以这张牌鼓励你去看见，你们本身是魔术师，你们本身有这种显化的能量，你要去看见隐藏你自己隐藏在内的一个能量，那个能量可以解救你自己，那个能量可以去帮助你自己。你们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你不要给自己虚伪的一个答案。比如说，你们到潜意识跟自己沟通的时候啊，你不要再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回到曾经一个令你觉得很受伤的场景，你想要去跟伤害你的人说什么话？有的人可能会说，哦，没关系，我原谅你，我知道你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你想说的吗？你潜意识真的想要这么做吗？你们必须要对自己诚实。你是不是很生气？你想要踢他一脚，或者说你想要骂脏话，什么都可以。就是你们真的不需要再去好像包装，或是给人家看到那个比较好的那一面，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跟你潜意识沟通，都已经到你的潜意识了，你就撕掉那一层包装跟面具，你就是真实的呈现。你要去发泄也好，发泄怒气也好，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大吼大叫都可以。有的时候这个怒气它也是一个动力。当你长时间处于委屈、挫折、低频的一个能量的时候，其实这个怒气哦，它会使你这种肾上腺素提高，然后它会使你想要去采取一些行动。有的时候这个怒气它也是代表说你要去发声，你要去说一些事情，或者说你要去警告一些人，所以呢，适时的发怒对你来说也是很有用的。好，那这组的朋友我还看到的是，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进入一段很走心的恋情，这个走心就是你会带着玫瑰的眼镜来看对方，对方也会这样看待你。对于你来说啊，他就是你的唯一；对于他来说啊，你也是这个就是宇宙之间啊，茫茫人海之间最棒的，就是最好、最漂亮、最帅、最独一无二的一个那个人哦。所以呢，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正在陶醉在一个爱情的梦想中跟梦幻中，而且你们会让这个美梦成真。有的时候这个美梦它不一定成真，有的时候这个美梦是一个海市蜃楼。但是呢，从你们的能量看起来，就是你们有一点点飘飘然，你们有一点点梦幻，你们可能被某样的情境所迷住了，很着迷，很沉醉。但因为这张牌它的能量是接地气的，它是一个这种实际的长出各种不同的各种不同样貌的植物跟盆栽，所以可能代表说你们在生活的多面向的那个梦想，或者说许愿的事情都将要实现，都将要成功。比如说呢，你希望我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一点，或者是我需要我再瘦一点，或者说我希望我可以这种练好开车，或者说英文变得很流利，或者说我希望我可以拿到这个 offer， 我希望可以跟这个人的关系再更进一步，各种各样的一个念头哦，我觉得它都慢慢的在发酵，慢慢的在形成。
好，这是这张牌的一个能量。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呢，他好像正在翻跟斗，在他翻跟斗的过程啊，有很多的花瓣，然后他手上有一些刺青，有一些涂鸦，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内在是非常有创意的，你们会用很独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很可能你会成为那种新讯息的提供者。当别人茫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神来一笔，就是你说出了金句连连，让别人觉得很惊叹。还有，如果你们周遭啊发生冲突的时候，再结合前面那张牌的能量，你们有一个跨越冲突的能量，很可能你们会成为两方的一个调停者、中介者或者是仲裁者。然后呢，这一张这个宝剑的侍者代表来自外界的机会，所以呢，外界绝对你们前面的牌也说，你们绝对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机会，还有这个机会也包含了一个让你重新去省思，或是重新去澄清一些事情，重新去解释一些事情的机会。如果你过去跟某一个人有一个误会，或者是说别人有点像是听了小人，或者说听了其他人的一些讯息资讯，然后对你有错误的误解或这种错误的认知，不理解你，不珍惜你，或者是说跟你渐行渐远等等的，我看见是有一个澄清的机会，或者说如果过去啊，你们跟别人有纠纷，有法律上的一个纷争，有官司的话，你们也会获得一个澄清的一个机会，真相会显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是不断的在接收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去展现真实的你自己，以及让别人去了解你。有的时候生命啊会有一些逆风，可是你们都可以将这些逆风、这些坏人迎头痛击，就是用你们的这个神来一脚把不好的东西踢得无影无踪。然后呢，你们能够以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从逆境跟困境中脱身。也许呢，你不知道要跟这个人怎么样子的谈判协调，他才愿意放过你，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在不赔钱的情况下离开这个组织、这个公司等等的。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如果有心要脱离某一个困境的话，宇宙绝对会帮你开路，或是给你一些有用的建议。那如果你们已经从一个旧有的这个封闭的世界中离开，或是从一个灵魂暗夜中走出来的话，接下来就是满怀憧憬的进入新的世界。你们有机会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个新知，那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多，多到你无从选择。在感情上，我觉得也有那种桃花啊，很多很多，多到满出来，多到不知道怎么选的一个能量哦。但是最终呢，我觉得你会用一个很俏皮、很活泼、很可爱的方式去做一个结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凭直觉、凭感觉，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就是凭着当下的心情，你跟谁在一起最开心，或者是说哪一个人最帅，哪一个人的颜值最对你的胃，你就会跟他在一起。那因为其他各方面条件感觉都差不多，或者说你们得到了两个很好的公司的这个机会，你要怎么选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选择。你们过去做的梦想啊，如果曾经被别人批评说不切实际，都是幻想，然后都是空想，都不成熟的话，你会用你的力量去展现说，其实别人是他的思想是太过封闭，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潮流、新的趋势在形成，而你们这样做是可以的，你们可以去展现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机会来展现各式各样的点子，以及你过去很可能想要去尝试开创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有机会可以成功。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很可能会去参考其他的产业在怎么做，
如果说其他的产业已经运行成功的模式，可是你们这个产业，或者是说，当你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你的那个环境还没有人运用过这个模式的话，很可能就会成为开创者，你可能就成为第一个去引进的人，或者是说，你的生命中会有那种权贵专家，或者是说某一个领域已经投入很深的人，你可以去问他问题，然后再下决定。很多时候我看见你们会多方的去收集资讯，然后去接受，其实你自己某一些地方已经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了，你们去接受说你实际上已经有所改变了。就像前面所说的，有一些合约它是要被取消的，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环境现在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会去明白说你必须要去离开。同时啊，你们的这个离开不会很极端，而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跟圆滑的方式去摆脱旧的你不需要的那一些能量。还有连接到前面这一章这个财富之轮我看见这组的朋友，你们会去明白很多事情它是有标价的，它不单单是指一个产品一个服务，还有很多东西它是无形的。有一句话说免钱的最贵，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你是得到了占了便宜，得到了好处，可是接下来这个免钱的东西也许它背后是有一些猫腻的，也许它是一个坑等等的。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聪明，你会知道其实万事万物都有标价，很多跟金钱有关的活动跟事物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跟人与人应对的时候，你就必须关键就是找出这个标价是什么，然后你愿不愿意去负担，就是很可能而来的这个金流跟金钱的活动。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的一个资讯的交换，如果它是有用的资讯，如果说朋友给你去牵线，让你去谈成一笔生意的话，你们也要去明白，这个不能就是你只有接收，它是需要相对的流动跟回馈的，它是需要去在金钱上你也要去给对方一些报酬，就是当你得到好处的时候，你同时也要将其中的一些报酬去拨给帮你去牵线的那个人。而且我看见对你们来说啊，你看前面还有这个攻击全新的开始，对你们来说其实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你有能力每一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说你今天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不必再好像受困于你一定要在几点钟去公司，几点钟打卡，或者说你不必再忍耐一个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们不单单是变得富有，而且还是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每一个人对于快乐的看法都不同，但是你们绝对可以去掌控好你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想要，你其实有能力在你想要的时间内去和，你看这边圣杯十，去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无价之宝，也就是这个金钱给你最好的一个应用。大家不是钱的一个奴隶，就是这些钱来到你的生命中，不是为了不断的累积，或者说不是为了去奴役你，让你看到很安心，而是它是要去交换你的快乐、幸福，以及给你更多自由的时间。所以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金钱、财富、快乐的这个能量都是流动的，你们得到的钱感觉上就不是只会存在银行里，让这个存款不断的增加，你们会流出去，去买你喜欢的课，去旅游，然后花时间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或是去照顾家人等等的。然后最终其实你付出的这些金钱也在帮其他人创造工作的机会，也让其他人有饭吃等等的。所以这组的朋友们会形成一个善的流动。你们得到的这个财富其实赋予你掌控时间的一个能力，所以我看见你们更加的独立自主。在这个新的大运之后，新的能量产生之后呢，你对于很多事情你可以说不要，你可以去拒绝，你不会怕说我拒绝了下一餐就没有饭吃，你不会怕说我拒绝了我要去担心说你要怎么生活。
你们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在进行着思考，你的大脑在进行着决策，所以呢，你们身上的知识，你们身上的核心能力跟你身上的一个价值哦，它都是带着走的，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或者是不局限于某一个空间，所以这一组的朋友看到你们可以好好的发挥出你本身的才能跟才华，而且去赢得你最真心珍贵的一个事情，它可能是你的家人、爱人、财富、健康等等的。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不是金钱，金钱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只是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渠道、一个通道而已。你们最终实现的就是这种个人的丰盛，个人的这种容光焕发，以及你说出来的话被听到，还有你的这个周遭你所爱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这样子的能量。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希望今天的能量对应到你们哦。我的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看新的一年哦，新的能量到来，我们要跟什么样子的坏运说拜拜，然后要迎来什么样子的好运哦。首先呢，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选到的这张牌是苹果，鲜红欲滴的苹果，也是非常营养的苹果哦。宇宙要给你们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会开始，你会觉得你的灵魂开始受到宇宙的一个滋养哦。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过去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这几年你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开开心心的，到了新的学校，到了新的一个工作的环境等等，你觉得你认识了一些人，你们可以当好朋友，你们可以去推心置腹的说很多话，但是到后来就是继续相处下去，你可能发现，你原本的认识的这个人，他的实际的个性跟你的一个对他的设想是有一些不同的，很可能你把他当好朋友，但是背后他其实在说你一些坏话，或者是说你原本觉得这个恋人是可以信赖的，到最后他却做出一些让你伤心的事情，所以呢，感觉上这些小人或者说这些酒肉朋友他们已经在慢慢的远离你，这些人的能量不会再伤害你们的一个心灵哦。这一组的朋友宇宙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心会非常的饱满，过去曾经受到伤害的地方会得到治愈。你们本身的能量就像这一颗鲜红饱满的苹果一样，你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自由。而且你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工作，在生活中，你们并不一定需要跟每一个人保持，好像你不需要去讨好每一个人，也不需要跟每一个人做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完成工作上的一个合作，或者是说你们更多的是在这件事情是一个战友，你们需要去共同完成一个专案等等。有些层面就是你需要跟对方做一个利益的交换，利益的输出，然后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并不见得真的要去很亲密，很掏心掏肺，这样子对你来说，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比较健康，因为你就会把你们两个的关系线索，或者是说就是会把它拉开一条线，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件事情，在工作上，在专案上，在学习上有交集就好了，你不会让其他人的情绪好像整天的去影响你。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我觉得你会懂得去画一个界限，你知道说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不会为了讨好别人而勉强自己。对于你们来说很多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才是最优先的。这组的朋友，你们不再会去玩别人的游戏，而是你自己真的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当有人侵犯你底线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也不再会忍气吞声，否则对方很可能就会一再越界。明明不是你的小事，
明明不是你的事情，对方就觉得，你顺手帮忙我一下会怎样？但事实上，久而久之，其实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累积了很多的负担，而对方可能还觉得这个只是顺便，他不知道这件事情造成你的负担跟麻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设下一个疆界跟界限，这个其实是好的，是健康的，因为想要压榨你的人，或者是说想要利用你的人，他自然会远离，因为他发现你们不再被压榨，你们不再愿意被利用了。真正留下来的人，他是认同你价值的人，他也是一个喜欢你的人。比如说呢，他找你做一样工作，他是会付相同的一个金钱的报酬，他不会叫你做免费的事，不会好像把你当这个免洗筷，就是便利贴男孩、便利贴女孩等等的，他是一个很会认同你价值、认同你付出的人。所以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一旦有了这样子的认知的时候，我觉得宇宙告诉你说，你其实保留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做你真心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服务一些真的没有必要的人，也不用去讨好那些其实没有这么重要的人。你们一方面可以去保持自己的精力，同时啊，也可以用这些精力来赚更多的一个钱哦。好，那我们来把这张牌，你们的验证牌放在这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一张牌哦。首先第一张牌它是里程碑，这个金光闪闪，好像在庆祝什么样子的场合。然后这张牌有非常多的花朵，然后非常的浪漫，这种白色的一个布置。感觉是在户外，也有点像是婚礼的一个场合。这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哦，好，新的一年到来，你们会达成生命中某一个里程碑。很多朋友你是在等，比如说一个什么样子的认可，比如说你在等一个签证，你在等一个什么东西核发下来，等到你确定拿到了一个门票，或者是拿到这个通关之后，你就可以往下一个阶段走了。那你们绝对会拿到这个通关，然后去摆脱旧有的一个能量，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中。还有我看到你们在财富上会变得更加的富裕。有的时候你们对于现况不满意，很多时候是反映着你对你自己不满意。当你对你自己不满意的时候，这个能量其实会流回到你身上。但是我们说过前面那张苹果啊，它其实会让你的内心的能量变得很饱满。当你变得很饱满之后，其实你们会吸引到很多金钱的一个能量。金钱它是一个能量，它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媒介。当你对你自己的状态够满意，你的内心越丰盈跟越丰盛，能量够稳定的时候，你花出去的金钱，它其实会自动回来找你。所以这组的朋友看到的是，你们不再需要很辛苦的去抓取，或者说很辛苦的想办法我要怎么样赚钱，这些可爱的钱钱啊会自动流回来，这些钱钱会轻松的流向你。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比如说在现有的职场环境中，你会抽一小部分来去建立你的这个斜杠事业，或者说你们会开始一些小的投资，就是你们会去做一件事情，它是即使失败了，损失也有限，也不会说它的沉没成本是很小的，但是一旦成功了，这个获利是非常可观，是获利是没有上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座的朋友，你们可以在很多地方去做尝试，然后小小的去试试看，一旦去成功了，它的那个获利其实是千倍、百倍的一个回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未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有很多人帮你们庆祝，也许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这种结婚典礼啊，然后你梦想中的一个婚礼，或者说你终于赢得你人生中的那个奖牌、奖杯，你受到表扬，你受到别人的称赞，你一路以来的辛苦终于获得回报。也有可能很多朋友是在这种长时间的一个马拉松的赛跑，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官司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这是一个好结果。而且这个好结果看得出来，这个背后的这个过程，你们曾经有跌倒过，可是后来你们坚持下来，因此你们可以去拿到这个最后的奖杯，最后的那个去受到大家的那个赞扬跟认同。好，
那另外的是，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开始越来越了解自己，清楚你自己是谁。这跟前面一张牌就是滋养你的灵魂以及认清自己的灵魂也是有一样的，也是有相关的。就是说，你们会去内省，你会去了解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方式有很多，可能对其他人有效的方式不一定对你有效啊，因为你的个性就跟他们不同，所以你不会去做那样子的事情。这组的朋友，这个成功真的是属于你自己的成功哦，你们不会去好像去追随别人的脚步，因为如果你拿到的这个成功哦是别人的成功，别人的游戏，你不见得会快乐。我看到的是你们拿到这个奖杯奖赏，你内心是非常满足，内心非常快乐，因为这个就是你要的。所以在前一个阶段，你们可能会先弄清楚自己的个性，你是谁，你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优点上去选择一个适合的赛道去走。那我看到一旦你们认清自己之后，你会极大化发挥你自己的一个核心能力跟价值，非常乐观的走在这条路上。同时啊，你们也会很谦卑吧，虽然你们赢得了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赏跟胜利，可是你们没有自傲的能量哦，而是你们越往上走，越往上爬，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厉害的人，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我看到的是你们反而就像这个越饱满的稻穗一样，越低头越谦卑。你们越谦卑越愿意去好像跟别人请教的话，其实很多的贵人自然而然的就会聚集到你身边帮助你，你会去理解更多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哦，而且你会从别人的错误的经验中学习。因为人的一生有限，你不可能每一个都是自己去尝试，然后去跌倒才知道这条路不可行。很多人会来告诉你说，这条路他们走过，他们尝试过，可能会在哪一个地方跌倒，因此呢，你会去避免远离这样子不好的一个状况，从前人的经验中去吸取知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的厉害，成功是指日可待的。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哦。好，接下来这张牌是这个秃鹰的这个灵魂，秃鹰的一个精神哦。没有一件事情它是浪费的，没有一件事情它是虚度的。那些看似丑陋的事情，那些看似痛苦的经验啊，其实它也是可以从中得到养分，从中得到学习的。所以呢，这张牌给你们的讯息就是，你不要觉得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它是一个伤痕，它是一个污点，其实一切都有存在的价值。那些看似烂掉的、丑陋的东西，它都有潜力去转化成对你有益的事情。就是看你怎么想，你所经历的任何痛苦都不要让它白费，你要把它转化成你人生中的动力跟养分，从过去跌倒的过程中学习到产生的智慧跟经验，将会成为你接下来旅途中为你提供支持的一个护身符。所以啊，你不要觉得你正在坠落，你不要觉得过去那些东西好像在腐蚀你，其实那个形式会被改变，它会转换成你会去一种滋养的肥料，可以滋养你想要去种植的那个种子，它会去转化成支持你未来生命力生长的一个物质。所以大家不用去否认或是想要去抛弃过去曾经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他们其实是可以被利用的。那些伤痕，让你觉得不堪的过去，它是可以重新的被转化、被利用，帮助你未来新的梦想成型。过去的经验绝对没有白走，它不是浪费的。你有能力去改写你的生命，并且从你过去的生命中去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是你跟你灵魂合作的奇迹，因为你们第一张牌就是苹果，饱满的灵魂。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不要去否定自己，或者说不要去掩盖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有些人在感情中可能会去觉得想不明白，可能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你发现说这个人他身上其实也有很多缺点，或者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你都愿意去为了跟他在一起，你去忍耐去协调。可是为什么有一天当他发现了你一个不好的错误，或者说当你脾气不好，当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为什么他就要因此
跟你分开呢？你也不是说多坏，只是在一个地方做的没有那么好，或是说没有满足到他，他为什么就要因此分开了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对方根本没有那么爱嘛，就是你那么的包容他，可是对方却为了这点小事，就是好像要断联啊，要怎么样等等的，所以你们可能过去就是会一直钻牛角尖，一直陷入在某一个感情的一个困扰等等的，或者是说你会反省说，是不是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这张牌卡如果有感情的问题的话呢，宇宙想要告诉你，感情绝对没有谁对谁错啊，只有适不适合而已。除非他是真的，就是有一些暴力情况，或是有一些欺瞒的情况，不然大部分正常状况来讲，就是你们不适合，所以分开了。这个分开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礼物，而且有的人，如果对方不能够坚持下去，很可能就是他对于感情的驾驭度没有你那么行。有的人可能就是像是在跑步一样，有的人跑1公里就是累得气喘吁吁，可是有的人就是可以去跑10公里，可以做爱情的长跑。有的人就是遇到困难想要放弃，而你们可能是比较愿意去坚持下去的那一群，所以你其实可以从中看见你自己的特质，而且对于不同的事情，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的，你的付出，也许他不一定看见，也许他不一定珍惜，但是不要因此觉得不平衡，因为上一个人他会去看见，他会去珍惜，你只要去接受到说过去对方在那样子的状况，他是不适合你的就好，然后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去看。这组的朋友啊，这个秃鹰的灵魂啊，这张牌真的要告诉你说，你们绝对会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还有那个情绪啊，会有一个转换。如果你过去是让悲伤、让愤怒、让不平衡的情绪充满你的话，接下来你们的情绪将会有一个转换。我看到的是你们的灵魂层次已经升级提升，并且成长。过去很可能是这种一团散沙，然后黑乌乌的东西，黑漆麻黑的东西，可是你们可以从中去找出有价值的金子，透过炼金术来提炼出一个来自灵魂的礼物。所以呢，你真的不要对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感到尴尬，或是觉得很失望，因为它将成为你一个很神奇的、巨大的智慧跟力量的来源。你们会从悲伤中创造奇迹，你们会从好像最丑陋、最不堪的经验中去创造出、去生长出一个美丽的花，去开一个美丽的花朵。它这当中是有魔法的，你们的内在是有很多的这种爱跟美的力量，所以它可以去转变，它可以去转换。在工作上也是哦，你们不要让这种不开心的工作情绪一直压抑着你。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环境是慢慢枯萎，你在里面工作的心情不是很美丽的话，这样子有点像是不单单是在工作这一块你觉得很难过，有可能这个难过的心情会慢慢的渗透到你生活周遭的其他层面，因此很可能这组的朋友，如果呢你们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话，很可能你们在工作的职位或者说内容，或是你可能就跳槽一家公司，会有一个变动的状况。因为刚刚说过，不好的人事物会远离。如果令你苦恼的是一个人的话，他很可能会调离你的现在跟你一起共事的环境，或者是说你被调到其他的小组，也有可能这边有一个不好能量的离开。所以呢，大家不要太担心，就是如果现况有一些令你焦虑的东西的话，那些东西其实会慢慢的远离，慢慢的消融，慢慢的瓦解。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哦，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狮子之灵哦，狮子的精神哦，它是非常慷慨，它是万兽之王嘛，你们有一种这种王者的精神，很慷慨的一个能量，代表说其实你们的健康啊，然后以及对于自我的认识啊，
越来越开放。这个开放代表说你可以容许奇迹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你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跟自我的评价都越来越健康。这张牌出现就是代表说你们已经长出一个健康的自尊以及高自我价值感，你可以用你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思想，以及你自己的神性，以及你们跟自己高我连接的那个部分的能量，你可以自由的去展现，而且你不会害怕说别人会怎么评价你。因为也许过去有些朋友，你们如果对这种身心灵啊或者催眠有兴趣，有些人是这样子，他其实不敢去跟身边的人说，自己对催眠或者说自己对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东西有兴趣，因为可能怕别人会觉得他怪力乱神，或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评价，所以你们可能只是自己默默的在钻研等等的。可是我觉得接下来是你会对于你自己学习以及喜欢以及感兴趣的一切，你会有非常健康的认识，你就是可以很大方的去展现出来你自己的想法，你是谁。同时啊，这组的朋友，你们是国王也是女王，你们真的可以去安心的、安全的享有你们的这个繁盛。你的繁盛，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你的智慧、你的脑袋。你的智慧跟脑袋其实是，我觉得你们很聪明、高智商，然后还有一个高情商的能量。可能过去你们不觉得自己是这么的高情商，可能很多事情都会让你觉得很抓狂，或是说很沮丧。但是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确实是往一个高情商的状况发展，因为宇宙已经修复了你们前面的牌卡，宇宙已经修复了你们破碎的心灵，而且从旧有的经验中，你去理解，你去长出新的智慧。所以我看到接下来的是，你们变得很繁荣丰盛，而且你们的这个慷慨是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你是打从心里对于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而且你能够很聪明的、有效的运用你的资源。你们所在的地方就像是一座城堡，你有什么东西，你的财产、你的智慧，或是反正你统御的一切，这个就是你的资源、你的城堡，你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些东西去教导别人，去帮助别人，去治愈别人，而且别人也会给你一个回馈，相对应的感激的一个回馈。这两张牌结合，就是你们又自豪又谦卑，你们懂得感恩，同时对自己有非常健康的自信。你们会收获很多的赞美，可是这些赞美不足以去表达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就是别人确实会给你一些各个形式的赞美，来自信件，来自语音，或是来自当面亲身跟你道谢，可是这些赞美都不足以去表达你在这个世界以及在宇宙的一个贡献。更多的是，我觉得当你们付出的时候，你内心是感觉到很喜悦的，因为你知道说，哦，原来我不是一个求助者，我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我是有资源，我是有能力，我是可以有能力去提携后进的。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最终选择跟你自己的灵魂合作。很多人你会从你独特的特质中去发现你的礼物。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很擅长音乐，很擅长书写，很擅长舞蹈，或是很擅长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的表达，你就会用这样子的表达，去影响、去感动很多人。而且我觉得你跟你身边的一些重要的关系的那个连接也会蓬勃的发展。其实在座的朋友，你们的存在会为很多人都带来祝福。如果你过去怀疑说你是不是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或者说你过去怀疑说你有没有资格去领导一家公司，你有没有资格去好像晋升到这个位置，其实这一张牌就是告诉你们说，你绝对有资格去实现你的梦想，你绝对有资格去拥有一段美好的东西，甚至你有资格去得到很好的一个贵人的帮助，因为自助天助，前面就是你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了你自己，你自己的努力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贵人，然后会吸引到其他人来帮助你，其他人来投资你。过去的那个低自尊的状况已经结束了。宇宙给你们的一个问题的解药，就是告诉你说，你其实有能力去实现你内心所渴望的一切。这个思想以及这个念头，一旦在你的内心、在你的头脑产生之后啊，其实就会有惊人的能量注入到你的体内。
因为你相信了，因为你的能量是迸发开来的，你对于你的灵魂的存在感到非常的自豪，你也会努力的将你的这种光跟热跟爱慷慨的散播出去，带到这个世界。你们做的事情啊，都会得到赞赏，而且很多朋友你们不用再积极营的寻求关注，他人的眼神自然会投注在你这边。你们是绝对有条件让真正的奇迹发生，而且这个奇迹啊，它有一个就是无条件，而且是慷慨的流向你，你不需要去很费力的去获得，因为我觉得在前期你们也提供了宇宙很多的祝福，你去帮助很多人，你去疗愈很多人，因此你们理所当然的要受到这样子丰沛的宇宙慷慨的一个回报跟报偿，所以这个慷慨是双方面的，你的慷慨的付出以及宇宙慷慨的给予，它是一个平衡的流动。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不再会去想要去成为别人或是模仿别人哦。你们最大的成就就是你成为你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人，你们不再去下意识的跟别人竞争跟比较，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讯息，社群媒体上各种光鲜亮丽，别人买了车买了房，或者是去进了什么公司，然后有什么样的男朋友女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不会被外在社群媒体上的很多讯息所动摇了，因为你想要找到的是你内在的心灵的平衡，而不是一个因为内在匮乏而需要抓很多外在的标签、物质的这些包包啊、房子、车子来去满足你。你们追寻的是真正的内心的一个平衡，而且这个是曾经你跌倒过，曾经你在人生中跌跌撞撞过，最后才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让你舒服自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方式。也许很多朋友，你们会开始去明白说，究竟你想要去接什么样子的工作，究竟你想要用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你们还可能去明白说，这个世界是很慷慨的，你的人生不见得只有这一条路，你的人生还有其他丰盛的一个选项，而且你们的人生不见得要依照某一个排行榜来去比较，就是说你的年薪是多少？你是排在第几位？你的成绩是多少？等等的。还有在人生中的知识，也不见得只有从书籍，只有从学校。其实上，每一次的互动，每一次的生活中小小细节的观察，你都会去明白，这个世界的这个学习是很广泛的，是很多样的。真的不要去局限在某一个面向，你开始明白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慷慨，并且你去明白说你是有权利可以做出选择的。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你们不再沉溺于痛苦，你可以去缅怀过去，你可以从中去学习、去成长。而且我觉得你们也非常庆幸你走过了，你度过了，你从中学习到了一些事情。在人生中的转折点的时候，你们永远会选择面向光明的那个面向。所以呢，我觉得在座的朋友，你们的视野跟世界被打开了，你可以去写出、活出不同版本的你，有各种版本的形式可以活，你可以选择一个让你觉得你最想要的，活得最尽兴的，活得最淋漓尽致的。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要去做好你自己，你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光是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伟人，每个人都要去竞争那个很窄的一个门或小小的位置。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的活法跟很多的生活的模式，你只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其实就是去刚刚说过，你们本身也有慷慨的能量，你把你自己做好，你把你自己活好，其实你的故事就可以去无形之中感染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你们没有必要说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配合在某一个组织，或者说，一定要被局限在某一个机关、某一个单位中。好，我觉得宇宙给你的讯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元跟多样，就是要你们去明白说，你可以自己去定位你自己想要成为谁，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的标准。你觉得你是好，你就很好，你不要去依赖外在的评价，跟你给你去打分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会非常的有自信、高自尊、高价值，然后这样子的走下去。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是设立健康的一个边界。好，这一张牌非常的有趣哦。它的这个它这边的动物啊叫球鱼，然后它是一个遇到怎么说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缩成一颗球，就是它会变成像是一颗球的一个样子。所以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在你们的人生中啊。你们会刚刚说过嘛？苹果的那张牌有说过，你们会开始去保护自己的能量，会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你的在新的阶段中，你想要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因此你就会有一个辨识力，去说哪些事情是可以去拒绝的，哪些人是可以去拒绝的。你设下这个疆界之后，就会去把一些干扰你的负能量隔绝在外，在你的这个疆界内，就是你所想要保护的，以及你需要拥有的，不是你需要拥有的，它就会被你的疆界隔开。同时啊，这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也去明白一些事情，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去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你不需要一直去接受更多的任务，去克服更多的不可能。有的时候休息，有的时候少也是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要用的是减法，不见得是加法。就是我要一直的积累，我要一直的去突破难关等等的，我一直要去证明什么。有的时候拒绝也是一个人生中的里程碑，你不必为了面子去做一些你心里其实不想做的事情，你不必去好像勉强自己跟一个这个人根本不是你的菜，就是勉强自己逼着自己去跟对方相处等等的。因为最后你会发现，那个东西让你内心不快乐，那其实只是一场折磨而已。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放下一个想法，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去抓，什么事情都要去完成，而是你自己也是有极限的。可能你过去害怕自己不够努力会被别人看清，或者说你害怕自己不够努力的话，会在这个人生的赛道中落后等等的。但是接下来啊，这张牌真的是要告诉你说，了解自己的极限，明白你要对有些不对的人事物，你就是要跟他说再见呐、这是宇宙赋予你的权利。如果不健康，如果说它会伤害你的身心灵，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待下去呢？你们要的就是你要选择去一个更健康的地方，你要保护自己的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真的需要对自己说实话，你要对你自己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说实话，然后哪些东西是你不认同的，你也要完整的去表达出来，你要让别人知道，要去尊重你，你要让别人知道什么样才是一个善意。如果别人对你不友善，你没有必要把另外一边的脸也给他，就是也让他打下去。就是你们要懂得维护自己，当你自己是正确的话，维护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正义。所以，我觉得这一张牌的这个精神啊，它其实是在引导你说，你对于你拥有什么，不想要拥有什么，你会有强烈的认知，而且你们会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跟正确的决策。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能量跟其他的能量是。跟其他人的能量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呢，你很难去表达出你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你害怕对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或者是说你害怕拒绝别人，因为你害怕，别人会对你失望啊，或者是说会就是一直去凹你等等，你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负担。其实呢，你们不用感到
不用因此感到焦虑而去妥协，因为这个结果很可能是对你不好的啊。所以你还是要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有的时候你设立健康的界限，反而是帮助别人，让他自己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让他自己去收拾善后，让他自己要去学习，不能够有事就往你这边丢。所以呢，你设立这个健康界限之后，其实对方反而会改变，然后一切会慢慢的好起来。你不用担心说你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失去某一个人或失去某一个机会，你要面对你的恐惧，说实话，去设立你的界限。这张牌的能量，它会保护你承受过多的心理的负担，所以一旦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多的奇迹正在你身边发生，你们可以活得更加的放松。好，这张牌我觉得是真的有一个很强大的，让大家成为自己的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也不是很快，这种一触可及的，它不是好像从天而降，而是我真的看到它是一点一滴在你们人生中的累积，然后你才会去明白，究竟设立健康的界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以及应该怎么做。但是你们最后一定会达成。你必须要去找出一些真的是你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不喜欢的人，勇敢的把它移除，并且对于你想要成为谁、什么样子的信念，你们也要勇敢的去追，勇敢的去拥有，不要害怕。好。好，接下来呢，看到27号牌哦，哇，这张牌好漂亮，它是一个爱心，然后爱心里面它是以一个这种城堡的形状哦，那旁边还有很多的蝴蝶哦，这种火红色的一个爱心。这张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好事近了，很多朋友是不是？有这种对象，然后要往下一步发展，订婚、结婚，或者是说，遇到一个你觉得令你很心动的对象，这一组的朋友啊，你的心正在召唤你去回到灵魂真正居住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宁静之地。这张牌有一个让你真的回家的感觉。而且我看到你们正在被爱包围了，你的这个爱人哦，在你身边的这个爱人，他是一个我觉得有同理心的人，他会去支持你各种脑袋中疯狂很特别的一个想法，而且我觉得他也会和你一起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很纯粹无拘无束的享受在这段爱中，这段爱情不需要你太过的努力，或者是说用什么样子的利益去交换。或是用身体来交换一段感情哦，但是呢，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围绕的这种幸福的爱的感觉，它真的是，非常纯粹的，非常干净的。它跟利益脱钩，它也跟世俗的价值判断脱钩，它就是纯粹的爱，纯粹的一个爱情，纯粹的一个美好的经验。在这样子的感情中，它是没有批判的。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感情中，你可以觉得你是完完全全的被包容、被接纳的。好，我觉得这份爱情啊，它会重新的去洗涤你对于爱这件事情过去不好的一个印象，你身边会充满的这种令你相信，然后想要去往前走的能量，你们会出现。身边会出现一个人，这个人他真的是很慷慨、很大方的去爱你，很洁净的去爱你，而且他会摆脱任何世俗对于你这个人的假设、评判跟判断，他会用一个很这种像出生婴儿单纯的眼睛去看待你，你可以感觉到你生命中有那种共鸣，有那种震动感，然后有那种好像朝露一样在滋养你。所以呢，你们真的要去，想一想，宇宙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你回归这个心灵之家。可能你们很多人在外游荡了很久，所以你真的很想要找到一个人定下来，因为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自己奋斗很久，很孤单，然后也会感到寂寞。而这个爱的感觉啊，我觉得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滋养到你的身心灵。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首先呢，
我觉得他在外在条件是很不错的，因为这边是一张宫殿嘛，所以他在外表上打理的蛮好的。可能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被他的爱所吸引。然后我觉得他判断人的方式很特别，不会说比如说很多人会看颜值，就是这个男生长得怎样，这个女生长得怎样，或是有些人会看口袋深不深，他的家产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看的是灵魂，他喜欢的是跟你的谈吐对话当中呢，去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当理解之后，他爱上的是你的心，爱上的是你这个人，所以即使你的外表容貌有所改变，他还是会持续的爱下去，因为灵魂深处的那个真心是不变的。人的外表容貌会随着时间，肉体会随着时间衰老，可是内心的那个智慧，还有内心的这个爱的品质会越来越纯粹。所以这个人给我的能量是很特别，他的灵魂很高贵，甚至他还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救世主的能量吧。他还想要去推动一些，或者说帮助一些很大群体的一些弱势者，或是去推动一个什么样子的理念，去改善某一群人的生活。我觉得他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而他很爱你。你们心中可能也是有某一个想法、某一个理念想要去执行的，想要去实行的，因此你跟他谈论的时候，会有一拍即合的感觉，或者是说你们会很去倾慕这个人，他有那一种会让人想要回归，会让人想要回家的感觉。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不用再往外寻求了。如果快的话，因为每个人的能量状况不同，境随心转。但是这一组牌的朋友，如果快的话，很可能半年之内你们就会遇到这个人。这个人看起来是跟你目前生活圈层在不一样的人，就是他不是在你的生活圈跟舒适圈中的，他是你们前面完成了这个灵魂阶段的变化之后会吸引而来的一个人。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这张牌很可爱，它是这种妙思女神哦。这只小猫咪啊，然后它的这个眼镜啊是蝴蝶的翅膀，它手上拿着小提琴，还有画笔。代表说他的灵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盛，所以这一组朋友啊，感觉三老在新的能量来临之后，你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动，想要去表达自己，表述自己。第一种形式可能就是这张牌所说的，你们会用这个艺术的方式，会用创作的方式来去彰显你内在丰富的灵感，而且你们的生活中会充满很多的欢声笑语，很多的喜悦。你的生命中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许你们会去学习新的乐器，或者是说一些新的让你觉得开心的一些这种手工艺的技能，而周围的这个环境啊也会有所改变，你们生命中会充满很多这种我觉得是有趣的人，跟你一起玩的人，然后跟你一起像孩子一样大笑的人。那你们对于每一天看见自己的变化，你都觉得很欣喜。这张牌哦，就是很多朋友你们真的是找回初心，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一直想要去学的东西，一直要去想要去，也许是想要学芭蕾，想要学钢琴，或者说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冲浪高手之类的，就是你们去捡拾，去回忆起之前一直想做的事情，然后有时间、有金钱、有体力去做。然后呢，你们本身非常的愉悦，这个愉悦感也成为你们创作灵感的来源。它有一个非常野性又破坏力的能量，所以你们很可能会把过去的某一个东西推翻，然后再很快速的重建。就是过去那个东西可能建到一半了，但是你后来就是觉得就是不满意，就是不喜欢，就是有哪里怪怪的，然后你又把它重新全部都砍掉重练，然后在从零的基础上很快速的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所以这组朋友，我
觉得你们的创造力非常的强哦。你们邀请更多快乐、愉快、开心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然后这边还有一点点淘气，有一点点活泼，即使发生不是这么开心的事情，你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黑色幽默、黑色喜剧，就是在生活中啊，不再那么的小心翼翼，然后你们的这个灵感啊，会去撼动你的内心，因此你产出来的一切啊，其实会为你周遭的环境创造出更多的优雅、更多的美好。你们拥有那个能力，就是将一些不开心或者说一些痛苦的事情都可以转化成开心的事情以及喜剧。它也有点像是前面那张牌呢，真的会从过去的这种经验中产生养分。很多时候有些朋友你可能过去就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现在可以用一个很幽默很愉快的方式来自嘲，或者说啊我过去曾经这样子啊，然后被骗啊还是怎么样，可是我现在我还是活得这么好，老娘还是活得很好，很有钱，然后又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所以那些东西并不能够摧毁你，杀不死你的，使你变得更坚强。你们真的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应付很多的环境，你们拥有把那个黑暗的乌云散开的能力。假设你的天空是黑暗的，你就用你的画笔去画上一个闪亮亮的太阳，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的心情就是很愉悦，你的内在小孩也会很开心的玩，他会帮助你回到一个很原始、很天真的样子。有些朋友们真的会去挑战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以及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一个你一直期待但是没有去过的国家旅游。你们的行程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变动，不再是每天早上这样子例行的行程，生命中会有出现一些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朋友、意外的合作邀约、意外的发展经验，就是生命中有很多值得你去体验以及会让你很期待的事情发生，包含了前面所说的这样子的爱流入到你的生命中。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上一张牌，它是一个这种转折点，它是一个这种启蒙哦。好像说你们在走一个这个有点像是两边是悬崖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桥嘛。好，你站在这种岸的另外一边要渡过，而这一条路啊，它很窄，走的时候有点危险，害怕会掉下去。可是其实啊，你一旦通过之后，它就是通往光明的道路。所以很多朋友，也许你们正在一个人生中的转折点，这个光明光亮的一个通道啊，它其实会去让你重生，旧的事情已经死去了，然后新的生命、新的灵魂再次诞生。在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时间停止的地方，然后烦恼也被遗忘，所以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暂时让你休息的地方。所以宇宙提供了一个很像庇护所的地方，因为当你们在转折跟转型的时候，也许能量是比较弱的，也许你们是需要保护的，所以呢，宇宙提供你一个临时的庇护所，你可以在这里稍微休息之后呢，你们会勇敢的渡河，勇敢去完成人生中的蜕变跟转变。这个过渡期很重要，你一定要去尊重你的情绪，以及在这一个过渡期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很可能会有一些小挫折，可是这个挫折最终会过去，它会成为养分。而很多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会勇敢跟你的旧有的生活形式告别。有些朋友你可能真的会去对家里进行一番大整理，不喜欢的东西啊丢掉处理掉，然后留下令你最心动的事情。有些朋友就是人际圈的一个断舍离，或者是说在外表上对于体重，对于这个身形的一个管理，一个断舍离等等，跟这个脂肪说拜拜也有。所以这组朋友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你就来到这个渡河的边缘，你只要放下那些对你没有益处、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就好，你就会有勇气有力量向前走。你们绝对会找到各种方式让你继续勇敢的真正的活着。而在这个亲密关系中，我看到的是你们同时需要勇气，也同时需要保有脆弱，就是你们的双面性都需要被完整的接纳跟包容。重点是你们拥有剥去虚伪力量的能力，假面具
你对于你自己啊，戴了太厚的面具，有的时候你内心都不知道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你拥有一个看穿别人假面具的能力。当你勇敢的剥去这些外壳的障碍之后，你会发现真正你的本质哦。其实在通过度过这个光环光圈之后啊，里面真的是有在等待你的船，或是在等待你的独角兽，它要带着你飞翔，或是带着你去航行。你在隧道中，假设你觉得你现在在隧道中的话，你其实可以去点亮一盏灯，然后发现这个隧道是不是有一些资源，是不是有水源，是不是前人有一些记号，这样你可以去走出这个隧道。其实你们真的已经在过渡转折很近的一个地方哦，你看这边有一个痕迹哦，你们很可能就在这里，然后即将要突破，即将要穿越，即将要完成这个过渡，还有你们所处在的地方的那些阴影啊，已经正在等着被照亮。你们会完成生命中的新的一次死后重生，灵魂的蜕变，你可以再一次的重启人生，再一次的诞生，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美丽的这种能量在支持你，这个是宇宙对你的爱，宇宙也在帮助你完成这一次的转型。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我们今天的所有讯息啦，希望今天的讯息有帮助到大家。我是蜜雅，我的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你们今天呢选到的这一张牌是这个三叶草，然后它后面呢有一首艾米丽·狄更森的诗哦，还是说如果你要创造一片草原的话，需要三叶草跟蜜蜂，你要一片幸运草，一个蜜蜂，还有你的这个白日梦，你的一个遐想。你的梦想，那如果说呢没有蜜蜂的话，你只是有梦想，还是可以去成就一片草原。也就是说，这一组朋友感觉上你们很可能从小就是很喜欢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比如说呢，你看到一个剧情漫画或者是小说，你就会很沉浸在其中，然后想说如果你是男主角，如果你是女主角会怎样，或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如果你当时做了某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那你很可能就会触发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那在平行世界的你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可能就是很容易就进入到某一个情节、某一个剧情中，然后想着想着就跟外在的这个世界与世隔绝的那种氛围。那还有这边呢有幸运草，幸运草有3片叶子，那这3片叶子啊，分别代表的是祈求、希望跟爱情，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是有一种在含蓄的表达对于爱情的渴望。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一开始觉得你想要追求的是一片草原，然后你想要创造一个很大片的这种，就是你自己想要去打拼天下，你想要有个梦想，对于未来你想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最后呢，你很可能觉得你累了，你生命中最希望的还是有一个人可以陪伴在你的生命中，你会希望你拥有的一切可以跟别人共同分享，或者说共同成长、共同承担，或者是说有一个人他可以把他这种广阔的草原都跟你分享，然后保护你，好好的照顾你，好好的跟你携手走下去，然后让你的心不再孤单，不再受伤，在这样子的感情中是没有欺骗的，是可以白头偕老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爱情在你们生命中的分量其实不低。也有些朋友你真的是去追寻了自己的人生的梦想，然后花很多时间在追求事业之后呢，你才就是有一种遗憾说，为什么感情这一方面是空白的？你们心中还是很渴望感情，还是很渴望爱情的。还有的是有一些朋友啊，你们过去很可能这么努力的在追求这么努力的在追求自己人生中的一些
事业，或者说在努力打拼，是因为你的内心其实并不真的相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去依靠，因此你很多的时候都觉得你必须要靠自己。即使身边有可以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说即使有一些条件很好的对象，可是好像深入认识之后呢，又没有办法发展，或者是说呢，对方会觉得你们的防备心蛮重的，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你们可能是需要一些观察，或是你会想要去测试对方等等，因为你们不想要被欺骗，或者说不想要在感情中受伤，但其实你们还是渴望感情的。好，这是你们的这个第三组的验证牌的一个讯息。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厄运拜拜，好运到，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来到生命中？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很可爱，它是在晚上发光的蘑菇，然后有很多的蘑菇的小天使，会有一些小精灵跟蝴蝶啊。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协同合作，一个社群的一个力量。你们在人生中啊，人生很像一场马拉松，如果你要跑得远的话，不单单是要靠一个人的力量，你其实会需要有很多的人在身边去接住你。宇宙今天给你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你身边有人可以去帮助你。你身边有人可以去分担你的烦恼，你们不必把所有的工作或所有的辛苦都自己扛，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跟身边的人说，你是会得到帮助的。甚至有的时候啊，你就这个帮助你的人，不见得一定是跟你很亲密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跟你的连结是弱的，但是呢，他就是对你的印象好，所以他想要去拉你一把，或者是说他跟你过去有类似的一个经历，所以他想要去帮忙你。这组的朋友，想要告诉你的是啊，你们不要很多东西都自己扛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如果你想要在人生的马拉松中跑得久，就不能够短时间内把自己的精力、体力都燃烧殆尽。对你们来说啊，你的健康跟身心灵平衡，还有你要快乐，是你人生中的优先顺序，而不是你要很快的去抓到一个奖金，或者说为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学业上的目标，把自己搞得好像太过焦虑，这样子长期来讲，其实对你的身心状况是不好的。所以呢，要看长，要看远，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逼这么紧。那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其实是受到安全跟保护的，你可以去寻求协助，没有关系。而你也确实会得到来自其他人正向的支持。有一个社群看起来是很温暖的社群，它在你好像人生中的这个赛跑、人生中的马拉松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为你加油，给你一些补给等等。当这个旅途中感到疲惫的时候，身边会有人给你支持，给你鼓励，或者是说在你做得好的时候，他们会给你欢呼。所以你们并不是一个人的哦，你们的这个善意会吸引到其他跟你相同灵魂的人，你的灵魂家族的人都会团结起来帮助你往下一步走。所以我看到的是，你们可能会去有一个这种小群组啊、小社群啊，是共同分享相同的理念的，那从中啊是能够互相帮助的。你只要去相信，去祈求，你就会得到。在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中，它是美丽的，然后呢，它跟你们生命本源所追寻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无论你想要完成的什么的愿望是什么，你们都不必独自完成，就是身边会有人来帮助你们的。所以大家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自己扛，自己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子真的会太辛苦。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
43号牌，这张牌真的好棒，好漂亮！你看到吗？它是一个这种古老的宫殿，然后它是在水上的一个宫殿诶。这张牌有非常多的好的讯息，它有说太多了，一大堆的好事正在向你走来，或者是说已经在你们生命中发生了，而且这个好事、好消息有点像是打在你们脸上下雨一样，就是源源不绝的淋在你身上，而且过去你很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或者说这些好东西你不值得拥有，就是你没有想过你可以拥有这么好的爱情，你没有想过你可以拥有一份钱多事少又离家近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过，原来在感情中，另外一个人会如此的对你好，如此的这种无私，如此的让你感觉到温暖跟照顾。你很可能会觉得这都是别人的故事啊，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好事都轮不到我，对不对？可是呢，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们说，其实这个丰盛啊，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它是在你们自我设限，或者说在你脑海中一些限制性的信念产生之前的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并没有说谁可以拥有，谁不能拥有，谁值得，谁不值得。现在呢，就是你以丰盈的眼光来看待你的生活，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周遭会充满越来越多的美丽跟爱，有很多的机会，以及有很多的机缘巧合，都是要来帮助你、支持你完成你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有很多这种好运，它是排队而来的，甚至它是分门别类的。关于爱情的好运，关于什么的好运，这种列队的来到你的生命中。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生命中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太多讯息了，有什么好的、不好的机会也是哦，就是有太多了，以至于有的时候，其实好的跟一些稍微没有那么好的，同时在你的眼前，就是看你们会去拿什么样子的机会。但是这个好的好运气以及好的人，它确实存在在你的生命中，确实会让你感觉到满意，满意出来不知所措。只是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被一些来自当前环境或者说过去环境的负能量干扰。如果那个磁场那些人的想法是可能比较负面，或者说常常容易抱怨，你们很可能不知不觉的被影响，以至于好运、好东西、好人出现在你们生命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或是说没有看见，然后就溜走了，就不见了。还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好运来到的时候，其实会让你的生命中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样子的变化、这样子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或者说感到恐惧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淹没在这样子的情绪中，而去排斥这样子的好运。因为也许你会觉得，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还不错了，然后就觉得我要知足，这样就好，我不要那么的多。因为很可能，一个新的对象来到你的生命中，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恋爱，它还带来生活模式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呢，一个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它代表的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同时你也会去想说，那我会不会很多的压力，我要负很多的责任等等，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好消息、好运是大幅度的会改变你们整个生活的形态跟样貌。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会去拒绝，就是可能你害怕跨出你现在熟悉的环境，因为你们担心这个好运来到你的生命中，会不会也让一些东西不见，或者说你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有些朋友确实有这样子的讯息哦。好，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如果当下你对于一些东西要不要接受，要不要进入一段感情，你还有所怀疑的话，你其实可以先回到你的内心，先回到你的个人的这个小宇宙中，然后先自己去专注在跟自己的对话。因为其实你们越去看见自己的内心，就会越发现一件事情哦。
你们其实就是生命的祝福的本身，你们也是生命祝福的一个传递者。你们得到的这些好运跟祝福，你是可以勇敢接收下来的，而且你是可以跟其他人分享的。当你去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整个想法会非常的积极，而且你也会去接收到这种满意而来的祝福，你会把这些祝福很开心的接收下来，然后再分享出去。也许这组的朋友真的有人要送钱给你，给你红包，或是给你什么礼物，给你什么这种请你吃好吃的都有可能。还有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真的是让你们可以去翻身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赚钱的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大笔的，可以大幅度的改善你现在的心灵或生活样貌的一个资讯或者是一个帮助等等的都有可能。而你们这种好运啊，因为它是溢出来的，它是很丰盛的，所以我觉得大大小小的都有，你们可以去关注。就是那种比如说像找停车位啊，突然前面就有一个停车位，这样子也是一个好运。或者是说你在按电梯的时候啊，一下子就是你就不用等太久，就是可以到达你的楼层，没有人跟你抢电梯，一切都很顺利。你们生命中会慢慢的汇聚各式各样的好运来到。好，这张牌是天空桥，它代表的是一个可能连接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些东西它是需要被连接的，有些东西只是需要中断的。这张牌出现啊，很可能你们会有一个感觉是说，你的前方啊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障碍，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后退，你后退无路可走，但是你要往前的时候又好像觉得看不到路，因为你身后的路已经消失了，已经不见了，你必须要赶快行动。但是对于要怎么走，往哪一个方向，以及眼前脚下有没有路，好像是一个很迷茫的一个状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觉得自己在某些时候已经没有撤退的可能了。如果你要往后走，是已经没有那个选项了，因为后路已经不见了，已经没有后退的可能了。所以呢，你们就是要往前，不顾一切的往前。宇宙告诉你说，你有能力，你有力量的。好，你们必须要奋力一跳，跨过这个障碍，而且你们也真的会去跨过一个过去令你觉得很苦恼的一个障碍。在跳跃之前，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你可以先稍微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可是你们真的有力量去达到，去拿到最后你想要的这个圆满。好，你们缺乏的其实只是信心而已，因为宇宙已经为你铺好的路，宇宙已经相信你准备好了，你们就是要飞跃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路。然后你们只要对于你的未来坚定的去回应，你想不想要走，这个是不是你真心所想要的呢？有一些细节你让宇宙去运作，有一些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打通的关卡，你让宇宙去运作。你只要确定好这条路是你要走的，你要肯定，你就会有翅膀飞越困难，飞越深渊。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一旦你相信自己之后，道路会越走越明，越走越亮。有些朋友你可能在感情上有一些抉择上的一个困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想要告诉你说呢，你要去思考的是谁才是长时间经得起考验的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对你很好，然后给你很多甜言蜜语，然后送你很多的礼物，让你觉得说哇，我真的是遇到世界最好的对象了。但是就长时间而言这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喜欢的时候很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就很绝情，翻脸跟翻书一样。所以宇宙要你看清楚的是，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去看见事情的一个真相，因为这个月光啊，满月的这个能量啊，也是要去让你去明白，让你去看清楚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一个真相。你接受到这个真相的时候，有人接受到这个真相的时候是有一点心痛的，但这个心痛只是过渡时期，长时间来讲是对你好的。也有人你看到的真相是你过去可能曾经误会了一个人，你很可能误解了、曲解了，你觉得他对你不好，你觉得他这样做是让你很难过，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曾经有过吵架、有过争执，而这个真相啊，有点像是让你明白说，对方其实在某些地方默默的努力、默默的付出，只是你当时的思想、你当时的意念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这张牌也有一个回过头来，你才发现，原来在你生命中默默守候的人，他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有些的人的能量确实是如此哦。一个你曾经有过连结，可是后来你可能忽略了这样子的连结，或是说你们断联了，你们有一个突然醒悟说，原来对方过去这样子做并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他只是讲真话，他想要去帮助你，或者是说他其实是对你有一些计划，对你有一些安排，只是你当时不想要去接受。但是就长远来看，其实对方是出于好意，出于善意，也有可能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去明白说，其实这个人是真心的对你好的，所以这个代表了有些人你会去看清楚，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你去中断跟他的连接，而有一些人你会去明白，他其实是一个真心对待你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连接有可能会去被修补哦。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哇，皇冠，超级漂亮的皇冠，然后在上面有一颗爱心，诶，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应该接下来会有一个惊喜，就是感情上的好消息啊！你看这边是一个超级多爱心的皇冠，而且你们在这段感情中对方会把你当成国王跟女王，就是我觉得对方会非常的爱你，非常的去宠你，非常的对你很大方，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爱，对你很热情。你们在这段感情真的是被照顾得很好，对方用很多精致的东西来宠爱你，或者是说把你当成他的这种。刚刚说过嘛，你心中那个他心中的这个唯一，就像是要对待皇室的成员，要对待我们至高无上的国王皇后这样子的尊崇你、礼遇你。你可能一开始跟他见面的时候就感觉到，哎，这个人是非常慎重的，他的穿着、他的打扮以及安排的这个约会，他是很用心，他是很在意的。实际上跟他相处也是哦，你看紫色是一个高贵的颜色，在他的眼中，你们就是一个高贵的人、高贵的能量，所以他真的会好好对你，好好的珍惜你。很多朋友可能你现在已经遇到了，或者说即将要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把你捧在掌心上，好好的对待。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这个重新的思考，重新的评估这张牌告诉你说，其实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去改变心意，你有权利去改变心意。可能你一开始会觉得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我现在要改变，好像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你其实以前设下了一个决定，或者说有一个这种什么样子的合约等等，然后你就觉得你必须要去完成，你不能够去改变，但其实你现在心里已经不想要了。也许这个是一份工作上的合约，而这个老板他对你其实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有一些福利状况不是这么的好。但是你又觉得说你已经签了这个合约，好像就必须忍辱负重的把它走完，或者说，可能你当初就是为了想要找一份工作，你就是愿意接受。但是呢，你们重新评估是可以的。你可能重新评估之后去想说，我当初签的合约只是一份工作上的合约，又不是一个卖身契，没有必要说我一生就必须绑在这里啊。就是有些东西。你们真的是要重新的去评估，重新的想一想以前做的决定还适合你吗？
还有这个东西现在还是你想要的吗？不要害怕去改变你的心意，宇宙跟你说，请放心，这个是 OK 的，没有关系的。好，接下来下一张牌，下一张牌很厉害耶！钱，你们会迎来非常丰盛的金钱上的一个好运哦。这张牌的讯息是啊，如果你现在好好的管理你手中的金钱，你已经拥有的金钱的话，你们就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丰盛，因为宇宙就知道说，你可以好好管理现在手上的金钱，因此它给你更多的话，你也可以好好的去管理、处理更多的金钱。你能够去掌握，比如说你现在的金钱流向啊，然后你的花费、你的这个支出每个月可以存多少钱，你的投资有多少钱，你的被动收入有多少钱。当你去明白，当你去好好的管理、掌握你手边的金钱，或是整个家庭的金钱的话，你就被赋予能力去管理更多的金钱，因此更多的钱就会流向你啦。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你把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弄好，更多的钱的机会它就要跑来找你了，是一个非常棒的讯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好，下一张牌是行动哦。好，这一张牌说啊，其实你们每一个小行动，它都是有分量的。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今天才进步这么0.01，或者说我今天才完成了这么一点点。你只要每完成一步，其实就是离你的梦想更靠近一步。还有这一张牌。这张牌让我想到，童话故事中灰姑娘的玻璃鞋，然后她愿意相信魔法，因此她最后获得了幸福。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也是，你看他这边宇宙已经为你铺好红毯了，这个红毯啊，以及它的这个装饰手把，感觉也是非常的高级。这个门也不是普通的门，它是一个很华丽的门，跟你们前面抽到这张国王、皇后这种皇室的能量非常的像。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变得越来越高雅、高贵跟高级，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在上升到一个比较顶流的状况。有些朋友真的是你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把自己打理得越来越好，各方面都经营好之后啊，你会触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会遇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对象，这个非常好不是普通的好，很可能他家里是有矿的，他家里是有源源不绝的丰盛的这个金钱的，而这个也跟前面有类似的讯息。你们先把你自己的这个金钱管理好，你有这个管理金钱的能力之后，很可能就有一个产业要交到你身上，然后要给你去管理更大笔的这个金钱。所以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会去遇到一个我觉得是这种很顶流很金字塔阶层的人，甚至有些人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他可能有这种贵族跟皇室的血统嘛，就是他们家族是有名望的，是有名声的，在当地可能说起这个名号是响当当的等等的，是这种知名人士都有可能。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是自己去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王国，属于你自己的领地，依照你的能力，你去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你以前可能只能去梦想的世界。现在因为你本身条件变得更好，能量也升级了，你真的会去打开一扇你从未见过的一个圈层的那个门，里面的人，你接触到的资讯，以及那个金钱量，大家在谈的那个金钱的数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之前的这个钱的单位是几百元、几万元，然后接下来可能是几十万、几千万、几百万、几亿都有可能。它是一个不断在上升的能量，而在行动的过程中，也代表了你们会离开舒适圈。所以我看到跟前面这张牌也是很像，你们的好运真的是源源不绝的来的，只是你要去习惯，因为这一路上就是你们要往前走，每往前走的过程都是在跟旧的世界告别，所以你很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是又很兴奋的向前走。你们要去适应，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空间。很多朋友，你们就是即将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说，如果你在看房子，很快可能就会找到一个你很喜欢的房子，而且你们是可以以好价钱谈下来的。虽然一开始可能有一点点波折，比如说你一开始跟他下握的时候，第一次没有谈成，但也许来回几次，对方愿意降价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可以一个很好的价格买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房子。那这一张牌我还看到你们可能在你们喜欢的这个地方啊，装潢的很舒服，你看是很舒服，都摆满了各种你们会用的这个物品，然后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个摆设，这很可能是属于你们自己专有的小天地，摆了你们去旅行买回来的碗啊，还有一些你自己画的画啊，或是说你的这个画饼，最宠爱的小猫咪等等的，还有你的植栽，你喜欢看的书，就是把这个空间弄得超级超级舒服的。还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空间，它不是来自于一直的把东西放进来，而是去清空。你的生活要有品质，不见得是要一直把东西放进来，一直拿东西才是有品质。有的时候你去丢东西，你去把空间移出来，其实这个才是会让你生活过得更舒适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张牌的讯息啊，其实是你们的生活品质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的是你从生命中移出来的空间，你要跟什么样子的人说拜拜，然后跟他断舍离，这个都是你给予自己的一份礼物。这个空间包含了有形的空间以及无形的你心里的空间，你们要去下判断，就这跟前面这张牌也是，因为你们47号牌就有说嘛，你们会去明白真相，会去明白，谁其实才是真心的，还有谁可能是伪装的，一开始对你很好，但是他其实有很多隐藏的面向，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一张牌，一旦你们知道，一旦真相被看见之后，你就是要进行清理跟清扫。好，如果是过去曾经误会的人，你后来发现他其实是真心的，把他邀请回来。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戴着面具来接近你有不好的意图的，然后过去假装对你很好的，就赶快跟他说拜拜，说再见。这个是你跟你自己的一个礼物，也是你们身心灵可以达到平衡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哇哦，这张牌是这个成长，而且很像是超级玛丽欧吃了无敌星星一样，就变得非常的大。你看哦，在这个温室里面，大家都是小小的植物啊，小小的树木，小小的花朵可是你们已经超越，而且是非常巨大的长满。这棵树占满了整个牌卡，你看这个比例有这么小跟这么大，你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好像才几天不见，你们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脑袋的东西啊，这种情商啊，然后知识啊，整个都暴增，然后别人看到你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人跟我之前认识的人好不一样，怎么外表突然变得这么闪亮亮，这么的有魅力。而你们已经，我觉得真的，你们最后会选择离开舒适圈，你们会找到更大的一片天空。你原来所在的地方，真的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去学习，没有办法去发挥了。你们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自我突破。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不再被困在某一个牢笼中，或者说去听命于某一些人，你们可能自己去创立自己的事业，或者说你们去达成你过去觉得不可能的成就，你去完成了通过了什么很难考的考试，或者是说你去签下了你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合约等等的，你们真的是跳脱原本的生活圈，很可能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展开新的生活，而且在那个地方你们会生活得很好，会比原本的那个环境发展的还要更好。那另外这张牌代表你们心灵的强韧度跟坚韧度，就是呢，过去你很可能遇到某一件事情，你心里就会
很忧虑、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抓狂。但是呢，现在你的能量会让你可以去应付外在很多的变化。你过去觉得很担心、害怕的事情，对你来说现在绝对有能力去处理。现在对你来说只是小事而已，它甚至连1秒钟都不会去影响你的心情。那些小人也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去影响你。那些小老鼠人对你来说，就像路上的小石头一样，轻轻一踢就过去了。你们的心理强韧度、坚韧度非常的坚强，你们就是一只一只的往上涨，而且有点不听其他人的声音。我就是要变得这么好，你们不要把我拉下来，我就是要长成一棵这么漂亮的大树，我要让后人来乘凉，就是我要让很多的漂亮的果实啊，然后很多的小鸟啊，在我这个美丽的大树上栖息，我要吸引更多好的能量。你们不要去困住我，你们不要去限制我，你们不要去阻挡我。这一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一飞冲天的能量。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张牌是对自己善良。好，你对自己多好，你其实就会感受到宇宙对你多好。你必须要去对自己好，就像这个世界已经对你很好一样。很多朋友，你们真的很可能是你觉得你自己是站在一个很孤单，然后很黑暗的地方，但是你前方都已经帮你画开了一个爱心的路，爱心的这个通道，就是要往前走。其实站在前方就有阳光，而且这个阳光，这个光线不是蓝天白云，它是粉红色的，有点像是这种出这种朝阳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跟爱情的能量也很有关系哦。当你对自己好，对你自己温柔的时候，你会吸引到真心爱你的人。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的善意。那前提是你要先去面向去接收这一片善意。这个女孩子啊，她是背对着黑暗。好，当你背对着黑暗的时候啊，你面向太阳，背对着这个黑暗。你面向太阳的时候，你的影子就在后方。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对你自己好，面向太阳，其实宇宙已经挖开了，在你的世界，在你的灵魂暗夜中去挖开了这样子的爱心的通道给你。宇宙要送很多好消息，以及送很多温暖的爱情的讯息来到你的生命中。你们真的会遇到一个很疼爱你的人，把你当公主、王子等等的，就是超级。这个人是就是有一点点奴嘛，就是超级对他喜欢的人，真的是义无反顾，做什么说什么都可以的，这样子的对你好。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张牌啊，就是要大家去放松，专注意念。有些朋友可能是去冥想，有些朋友是做瑜伽。那这边它的耳环啊，它是月亮跟太阳，它也代表阴阳调和跟和谐的能量。再接下来，我觉得你们的生命中，你会有一段时间，真的像这张牌上所显示的，你可能会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什么让你可以去静心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让你可以去放松舒压的这个活动。然后那个场域的环境是非常好、非常舒服的，有可能这个是一场旅行，然后那个景致是非常非常优美的。那我也看到你们心中阴跟阳的能量慢慢的在整合，不会说特别的偏废。如果你太过偏向阴性的能量，可能就会想很多、很细腻，但是没有这种行动力。但是如果你太过偏向阳性的能量，很可能就是太过的理智，以至于忽略到照顾自己跟关爱自己情感这一面，以及跟别人沟通上可能不是这么的圆润跟圆滑等等的。而这一张牌，我觉得你们就是阴阳调和，阴阳得到一个平衡，你不会觉得自己太过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而没有力量。同时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刚硬，都跟自己内在真实的感觉隔离。当你们和平、阴阳和谐，这种能量和谐之后，你们就会越冷静。当你越冷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慢。时间过得很慢，就是你可以慢慢的来，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说是更加轻松的被完成。有的时候你们要放下
对宇宙的这种限制跟期待。比如说你就说啊，宇宙你一定要在几月几号之前送一个身高几公分，然后有多少钱，然后也有房子，然后车子，什么样子的人在我的生命中，然后又要对我好，你放下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保持开放，因为这张牌也代表说你们会去迎来生命中的一个惊喜。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留一点空间去给宇宙运作，因为很可能就是你们太过专注于外在条件的时候，你吸引而来的人，他不见得是最后真正可以让你幸福跟快乐的人。外在条件当然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可能就是很看脸嘛，很看颜值啊。如果颜值好看的话，就是心情就好，然后很多时候容忍度也提高。但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相处上的一个细节，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地方你就放手让宇宙去运作，然后宇宙也会去给你们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惊喜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张牌哦，它就是一个盒子。这个盒子中啊，有很多，我觉得是宇宙要来吓你们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们没有预期的事情，它是一个没有预期的美好。你们如果说太过去，在自己的轨道一直走，很可能你就会没有去接收到生命中有这么多美好的一个媒合的讯息。有的人要帮你媒合，有的人要给你机会，可是他们可能会让你稍微偏离一下在走的这个轨道。但如果你就是说我要很专心的在走这条路，我都不要去看周遭旁边的东西的话，就是太专注在自己的某一个旧的信念的话，很可能你会看不到这些礼物哦。有的时候是某一些人，你一开始遇见的时候，他可能不见得完完全全符合你当下设定的那个条件，可是你深入跟他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好。还有我某些地方原本不在意，可是宇宙都帮我想到了，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宇宙都帮我想到了。或者是说，工作上也是，你本来对这个工作期望度不高，但是你进去之后，却发现，哇，这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更好。因为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嘛，就是有的时候你期待的东西不见得会跟你实际拥有，或者说实际进去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你在进去这间公司之前，你有很高的期待，但是进去之后，你却发现，这个不如我的预期跟想法，或者说跟某个人相处也是同样的。宇宙给你的这张牌，它叫做惊喜，它会超乎你原本的期待，或者是说呢，你原本不觉得它是一个适合你的人，你原本不觉得它是一个好机会，你原本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值得庆祝的事情，但长时间来讲，你可能会发现，原来我选择这条路哦，我现在搬回来，或者说我现在换个新环境，我现在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决定，你当时可能觉得我是委曲求全我是因为怎么样，就是不是第一选择。但你后来才发现，我因为下这个决定，我避开了某一个灾祸，我避开了某一个麻烦，你后来才会去庆幸到的这个惊喜。一开始可能不是你心中的优先选择，但是你后来会去明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巧妙，一个很奇特的安排。但是大家要打开心胸，你才能够去看见跟接收到这样子的惊喜。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米娅塔罗。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